在我身后看到的是 Tesla 的 Cybertruck。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今天呢，很明显，大家在我后面可以看到特斯拉全新的 Cybertruck。在我后头这一台呢是 Dual Motor 版本的 Foundation Series 哦。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跟我朋友借到了这一台车，今天我们就赶快开箱，并且试驾给大家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不会讲非常多的细节，但是我们尽量能把我们能分享到、能测试到的，在这里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也有邀请到在我之前影片出现的朋友 Jack 一起来跟我们开箱这一台 Cybertruck。大家好，好，那我们二话不多说，我先把车子的 specification 规格呢放在这边给大家看，并且告诉大家看说 Foundation Series 呢跟基本款差别在哪里。我们今天试驾这台 Cybertruck 呢是双马达版本，续航力高达318英里哦，0到60加速4.1秒，最高时速112英里，总共有600匹马力。那这个 Foundation Series 呢算是 Cybertruck 里头限定款，上头会有一些雷射刻字啊，还有一些特殊的配件，还有包括全新的20寸的轮框以及35寸的大轮胎哦，还有白色的内装以及很多其他的配件。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跟你的家里连起来当做家用电池的使用，并且它也有包括全自动辅助驾驶的软体。我们先给大家看看车子的外观。首先呢，很明显这台车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可以仔细看到是它，尤其是你看地上的这个停车线，你就明显知道这台车呢它的大小其实非常大，而且你看它后面的这个状况，它已经几乎停到车位的外头了。它在这个水泥墙这边上面都还突出去了一点哦。这台车其实非常非常大，而且另外一个大家可以仔细看到，它的这个板其实是没有任何漆在上头的，它纯粹就是不锈钢嘛，就是不锈钢，很特殊的不锈钢，并且是防弹的不锈钢。那后面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应该要怎么讲中文啊？这个是后面 trunk 的 cover， 就是这个是后车厢的一个盖子。那这个盖子呢，其实在这里呢，它是可以使用按键来开跟关的，并且后面这边总共有3个按钮，这个上面的上跟下是开上头的盖子，下面这个呢按钮是把后头的这个。这算是引擎盖吗 ？No， 这是 tailgate， 这是后面的尾门。后面的尾门打开是用这个按钮哦。那很多其他的 YouTuber 呢有在上头跳来跳去，我们今天就不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可以啦，但是很重的重量。但是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再怎么样，这是别人的车。好，然后这个盖子盖起来的话，会增加它的里程，就是它的 range， 至少8% 左右，8到10%。它的风，因为这个盖子盖起来的话，它的风阻其实会降低，所以相对来说它的续航力会提升。那明显可以看到它的轮胎轮框非常非常大。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外头的盖子这个 aero cover 不见了？主要是因为特斯拉现在在重新设计这个，因为之前呢，它有一个小问题是它的那个中间空隙。太少到这边，所以如果在下面的话，如果轮胎胎压没有很大的话，会压下来，就把它会磨到轮胎，对，会有一些磨损，所以他们现在在重新设计。那这边呢，明显就会看到，这就是充电的这个充电门的开的地方。我跟你讲，常常有时候不讲话。然后呢，在旁边大家仔细可以看，它是没有门把的，怎么开门呢？这里以及这里。有个按钮，你要开门的时候，你直接按它，门就会弹出来，你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那这旁边呢，跟 Model 3、Model Y 其实都一样，这里有一个摄像机，这里也有一个。那当然了，更不用说
前面上面也是有的。那大家来看它的雨刷有多长，这是单倍雨刷。那这是汽车界最长的一支。对，而且大家可能会问说，通常车子的雨刷不是横着放，它为什么要直着放呢？风阻，因为放在下面的话，它风阻强；放在上头旁边的时候呢，平时不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助于续航力提升的。然后你在用的时候，在刷跟刷的中间，它是在下来，它会留在下面。留在下面的原因是因为说刷下来之后，如果再移上去，水就会又水是顺着往上往旁边排开，留在这里，留在低的地方就把水留在下面挡住了。它喷水的部分呢？喷水的部分直接在雨刷上头，而不像其他车，通常我们是它在安装在前面嘛，它现在是直接在整个雨刷上面。那它雨刷其实从这里到这里是铁的，剩下这个上头其实是真正的雨刷胶的部分，橡胶是这一段，这一段是橡胶的部分，它真正的雨刷刷背是这一段。这个前所未有，这么大，很多人总觉得好像是拿一把刀一把剑。那前面呢也有那个前车厢上头的这个灯呢，其实这个是平时行驶的 daytime running light， 就是行驶的日行灯。它实际的大灯其实是在这里下头，大灯是在这里。对。然后前面呢，它前所未有，特斯拉第一个，有前置相头在这里。目前有没有用到？好像有，目前有用到，对，跟其他特斯拉的版本车子是非常不一样的。好，整体上这个就是车子的外观。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车子的里面。开门就按一下这里，它自己自动会弹出来，然后它弹出来这个下面呢有一个怎么讲，像一个手背一样把它推出来，然后你开门之前它会留在那边，所以你现在没办法把它关起来。这个很聪明，怕你夹到手在里面，然后夹到，所以你现在你打开的话，你现在拍着这边 ，OK， 这个地方它就缩回去，在这里，这个会缩回去。大家一直在说这旁边会咬人，它好像是有把它修一点边，这个有修边，没有像之前他们很多讲的没有修边。这里就比较没有修边了。对，这里比较没有修边。好，再来，我们给大家看看里面。真是我想应该这辈子没有看过这样子这么特别的车子了。很明显的，一进来呢，你就可以看到 Cybertruck。大家注意一下，这部车里外没有一个 Tesla 的商标。对，完全没有，只有这个 Cybertruck 的外形，窗户的样子，跟写 Cybertruck。对，后头前面都没有任何字，什么都没有。好，那我们坐进去呢，一样这里椅子是可以可调式的嘛。绝大部分里头的设计都是以直线跟没有圆形圆弧的任何一个设计，包括方向盘都不给你弄圆的。里头置杯架还有放手机的地方呢，基本上都不是用圆形的设计，基本上都是直角型的设计，包括椅子，你看就连椅子的头靠也是直角型的设计。好，坐进来呢，很明显的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它的设计其实就跟 Model 3 Model Y 基本上的概念是一样，这里没有前萤幕，都是以中控萤幕为主。那它这个中控萤幕比 Model 3 Model Y 还要再大，是18寸的。然后这里呢，明显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它是有那个气氛灯在的。那这一台车因为是 Foundation Series 的关系呢，所以呢它是跟白色内装的。我想白色内装在这里头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棒。另外一个大家还可以仔细看到，它就连门的这个皮这里都给你搞不是非圆弧形的，都是直角形的设计。这跟它的车子的外形是非常符合的。那方向盘更别说，也不是圆的。而且这里也没有打杆，方向灯、喇叭、雨刷控制基本上就是跟 Model S 以及改款的 Model 3、换新版的 Model 3是一样的概念。然后这个就等于是把之前的 Model S 跟 X 的 yoke 上面把它连起来而已。对，就是把那个右方向盘多加了这一横杠子。但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一台车子它的方向盘其实跟它的轮胎前轮是没有实际连在一起的，它是所谓用电动马达连在一起的。它有一个专属名字，那个中文我不会讲，我忘记了。Steer by wire。对，那我反正没关系，我回去上字幕，它就叫做 Steer by wire system， 基本上它是跟飞机的控制概念是一样的。对。那中控萤幕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哦，就是非常特斯拉，但是它有非常专属为 Cybertruck 的设计，包括旁边的这个Cybertruck 自己本身里头啊，包括悬吊的控制，还有很多其他的开车的，比方说你喜欢舒适啊，或者是运动模式啊，加速喜欢慢一点，或者是正常呢，然后以及它的避震的控制呢，你是喜欢是比较在这边写应该算是专注或者是放松吧，对不对？然后呢，这里还有你是可以选择说你比较喜欢车子高一点或者是低一点，都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哦，非常非常多。那这台车目前呢是63%的充电状况，它显示202英里哦，其实还不错，其实蛮高的哦。OK， 来我换算一下，如果换算出来的话，它的续航力目前是预估100%的话是320英里。其实它原厂是340，但是这个是大轮胎。对，这大轮胎，所以320差不多，所以跟 EPA 的数据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哦。那 Alvin 让你的观众看一下这个后视镜啊，后视镜可以小到，有没有发现完全看不出去？因为后面的那个盖子挡住的。对，那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等下行驶的时候，它这边会有一个后视镜，它有个那个实际用摄像头的后视镜在这里。会给大家，所以这个呢，常常有人说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后头打开了，勉强后视镜才看得出去。那上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明显哦，就是非常大的一大块玻璃在后面。中间呢，这些灯应该都是触控的，对，没错。然后再来就是上面的遮阳，然后你前面的这一块玻璃前挡是汽车业界最大的一块前挡。对，这车其实有太多东西我们可以讲。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大致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再来赶快看一下后座的空间，一样的道理，它会推出来。这个 feature 是学 Ford Mach-E 的。哦，对哦，Mach-E 有这个。前面的椅子其实跟我刚刚的坐姿差不多。OK， 我是5尺11，然后我坐正的，坐立起来的话，我的头大概还有1个手指头的距离。然后前面膝盖的距离是非常够的，很多，而且重点是你的脚可以直直的放下去，我完全大腿支撑是有的。然后后面有的蛮大的萤幕，这个萤幕比 Model 3的大，应该是跟 Model S 差不多，甚至比 Model S 可能大。那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它也有后面的萤幕，后面的萤幕也是可以控制音乐啊，看 YouTube 很多，其实也是蛮方便的。有一个唯一缺点，可惜是这个椅子是不能动的。对，这个是唯一缺点，是这个椅子是不能往后倒啊，或怎么样，你是没有办法把车子整个开通到后面后车厢的。但是这个椅垫是可以立起来的，所以立起来之后，你可以，如果家里有狗的，可以把它放在后面这边，对，狗就可以进出。那这个是可以整个这样立起来的。然后后座立起来以后变这个样子，明显你看就可以塞更大的东西，或者狗狗可以直接躺在地上，而不需要直接躺在你的椅子上头。这样的话，你可以保住你的皮椅啦。对。那另外一边呢，你可以，因为它是64分的关系，所以你那边还是可以再坐一个人。相对的，那边的椅子也是可以立起来的，所以你若有大的东西要整个放进去，比方说你想买台电视，那电视放后头就好了。对。或者买怎么样东西啊，可以直接这样塞进去，也是蛮方便的。是一台比较很少在市面上看过的设计的一台车子啦。好，我们再来后车。哦，还有它这个后门可以90度打开，所以几乎90度，所以进出非常方便。
所以你有大件的东西，你要塞进去的话，也很容易。对，主要是旁边没停车就好。对。然后后面的这个 tailgate 的这个尾门呢，按的话它打开，它是怎么讲？它是不是电动的，但是它有弹簧在里面，所以会慢慢的放下来。它不是直接掉下来的。而且因为它有弹簧的关系，所以我大概把它关起来的时候是需要非常少力就可以把它关起来。啊，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功能是这里呢有插电的，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这个240，1450，对，马1450的插头。这个车子可以用它的电池来充其他的电动车哦，对，可以，而且够快哦，这就会家里的过夜充哦。然后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行李箱，所以这个门打开，对，上面因为有东西的关系，这里是可以打开，下头还有地方可以放。那旁边呢也有很多是你可以买配件是。多放很多钩子在上头，你可以不管是网罩啊或怎么样都可以。然后因为这一台是 Foundation Series， 所以 Alvin 你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开瓶器。啊，对，这下头这下头是个开瓶器，对。然后所以你看我现在要关门给大家看，非常轻松，非常轻松就关起来。然后是 soft close， 而且它对最后一节它是会自己关的。然后我们再把上头的 tunnel cover 关起来给大家看。电动，这算电动尾门吗？对啊。而这其实速度非常快，而且它是用卷的，它不是像 Rivian 那样子一个一个，所以它不是一片一片的。那个怎么讲 reliability 不好，那设计常常已经有坏掉，所以他们不卖，他们改新的 design 才卖。这个非常 compact， 然后又很快。又不会坏。好，那我们再来偷偷看一下弓。大家可能会觉得是说，可能有一些不工整或怎么样的话，其实是有一点。你如果看这个钢板的话，有一点。其实还好啦。但以第一批车来讲，特斯拉的工艺呢，差不多就这样子啊。以 Tesla 的之前的记录来讲，这个已经很好了。第一批能做这样已经很好了。那主要呢，这个不锈钢钢板呢，业界。从来没有人用这个去做车子，那它有一定的难度在，所以呢，能做成这样子，非常不容易。80分、70分，他们要开发出一个来折这个不锈钢的方法，因为如果你直接去折它的话，会有痕迹，会有刮痕。对，所以他们发明一个叫做 air bedding， 用空气去折，用空气，所以它 basically 是像一个 air hockey table， 所以就是在折它的模具在这边，它压下去的时候，这个模具跟不锈钢中间有一层 air， 所以这个不锈钢在折的中间并没有碰到模具，所以就不会有刮痕。对啦，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可能就是在现阶段这个科技来讲，可能不一定完完全全可以把它弄得非常平整，但这就是特斯拉的车工。好了，美国人的车工，已经很好了，已经算不错了啦。这个这么先进的东西，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对。我们现在终于上车了，我们来第一次体验 Cybertruck。后座呢有2个朋友。You're not in camera, Angela's not in camera, but the owner is. 对 ，so OK。因为它这个没有打杆的关系呢，所以呢，在这里入档，我们就可以出发了。Immediately， 我感觉到这 turning radius 很快，因为它是4轮都在转，所以呢，它的。而且另外一个，你也感觉到这个方向盘到这里就停了，刚到那边它就停了，它不能继续转下去。哦，因为 lock to lock， 它是你手不用离开3点跟9点的方向。这就跟我们刚刚之前就是 drive by wire， 我们讲的 drive by wire 概念是一样，是它在慢速的时候你转它呢，它的轮子的转向会比较大；它在快速的时候，它轮子的转向相对会变小。它的转向比会跟随着速度而改变。对。然后方向灯呢，因为在方向盘上头，所以呢会需要一小段时间去适应。哦，它的行路品质很好。其实算很安静耶。Yeah。你看它的车子的设计有点像一个方盒子嘛，对不对？可是
我不会感觉到说它明显有很多路面的噪音，以及就是好像过大，好像变成一个回音式的盒子在路上跑。当然，据了解，据说是你如果高速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它的声音会相对比较明显。它这个有没有用 Model S 跟 X 上面的 noise cancellation？ 没有 ，I don't think there's noise cancellation in this car. No, there isn't. Yeah. Okay. 对，所以它没有那个，但是那个 noise cancellation 在 Model S 跟 Model X 上，其实也只是微微的，没有很特别。我能够想到目前为止做了1分钟之后，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一般不习惯开皮卡的朋友们，看出去因为你看不到车头 ，OK， 所以你比较难去看车子的 corner 在哪里，不太好去觉得说是车子的距离，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适应，而且明显的这台车很高很大，我在路上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可以开霸王车的那个概念，而且加速不马虎，这就是电车的优势。它没有因为它车子变大的关系而好像比 Model 3啊或 Model S 或 Model Y 加速慢，它加速一样是很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如果后面的盖子是关起来的话，这个后视镜是看不到后面的，所以它荧幕上面有后视镜。没有，现在后头是开的。开的话看到，如果是关起来的话，对，这里我现在是看得到，下头也有这个。如果后面是关起来，你就要依赖这个电池的后视镜。那这个呢，你就要注意是说，比方说你晚上可能相对来说能见度会比较差，而且下雨的时候呢，你后头的那个摄像头呢，你要把它擦干净，很不一样。明显你在开普通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那个方向盘，你需要转蛮大空间才能做转弯嘛。在这台车上头，明显呢，你可以感觉到，你只要转一点点，基本上你的转弯就过去了。好，飞转的转向很快，但是会不会不自然？你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可怕，有点我转一点点它就转这么多，你会不会觉得不自然？还是觉得说 OK 就是很自然？我想到要转这边，我只是说比较少的。我没感觉。OK， 那是好，那是一个好事，明显没感觉，就是很自然嘛。对，我也没有感觉到说好像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好像是觉得好像车子转不动啊，或者是好像没有办法操控车子，它的转向的部分其实非常非常灵敏，但是也不会太敏感，说你会怕，你就觉得好像转太多了，不会，完全不会。对，唯一有一个我目前比较不习惯的是这个方向盘很小 ，OK， 所以我不太确定我手该抓哪里，可能这也是习惯的问题。你手本来就该抓3个，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你本来就不应该抓，我应该是手在这里，但是有时候你知道，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哦，你好像不太能像之前一样这样子 cruise 在那边，而且你在上头要转的时候，如果想单手转的话，它其实有一点，也不能说怪，就是感觉不同，因为你通常总觉得在这里，然后它的弧度是这样子嘛，那这里的话，你好像变成是定点在动。所以如果到时候有 FSD 或者是 Autopilot 的时候，手就可以放在下面啊，或者怎么样就简单了。但是讲到 FSD 跟 Autopilot， 刚才车主跟我们讲，他这个车子拿到现在，刚拿没多久，但是这个 features 还没有下放下来，他连基本的 Autopilot 都不可以用。就是车道维持的，对，车道维持跟保持速线啊，什么东西，就是 highway 上面可以用的，目前都还没跑直线都还不行。然后这部车子是 Foundation Series， 所以它跟来的就有 FSD， 包括在里面，但是它到现在还不能用，就等软体赶快下来就是了。对，我刚刚开的时候有注意到一个东西，这个车子的动力回收非常强 ，OK， 非常非常强。当我那个就是电门一放，它很明显 ，OK， 收得很猛，而且我甚至还要控制它，不要让它收那么猛。太对啊，所以像你看我收慢一点。OK， 它收得很快，它收得非常非常快。还有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行驶当中，因为也许车子太安静的关系，所以马达的声音特别明显，比其他的 Tesla 要明显一点。对，其实这台车以目前我开了这样子一段时间，我真的不感觉到里头吵我甚至觉得它里头比我的 Model 3安静当然这是一定的。
但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安静。以一个卡车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安静，而且它的行路品质非常的平顺，对，非常平顺。它没有给我感觉到说，虽然说我坐这么高，但我没有感觉到说我好像在开一台休旅车或大卡车、货车那种感觉，因为它的避震系统其实做的蛮不错的。唯一有一个就是我刚还不太习惯，就是真的就是动力回收。对，这个region braking 它其实是蛮比跟 Model 3比起来的话，它的蛮硬的，所以你可能会感觉我一直在。而且 night and day。对啊，还有这个车主讲说，这部 Cybertruck 它的组装品质比它的 Model X 还好，就它的。I don't feel like I'm actually driving a big car. No. It's very nimble. Yes. Yeah. It's very responsive, very nimble,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I'm sitting high, I don't feel like it's behaving like an SUV. It's not behaving like a truck. No. My head doesn't bobble. And it's like there's no like tipping kind of motion. Yeah. Oh, yeah. 女生会不会不喜欢这台车？不会。你会？我觉得很棒。真的哦。I see a lot of girls just taking out their phones. For sure. More than guys. Oh, really? Okay. Yeah. Wow. Okay. This is super nimble. 他在试那个方向盘的那个它的弧度以及敏感性。其实这台车在慢速的时候，它的方向盘其实是非常灵敏，因为它是4个轮子都在转动。不像普通车子只有前面轮子，它是4个轮子都有在动。The regen is very powerful. 对，它的动力回收非常非常强。当然了，它再怎么样不是一台轿车，所以呢。在里头的时候，你转弯如果转的比较硬的时候呢，它的动作还是会比较大。这一点它比较偏向于货车、卡车还有休旅车。转向灵活度跟一部跑车差不多了。那灵活度，但是你车上会抖的比较明显。因为有重量嘛，这个是物理啊，这个是 physics， 这个你没有办法。但是问题是它转向的灵敏度跟它的灵活度非常非常像跑车。而且加速其实不慢，真的不慢。这其实也是电动车的一个好处，是它你要加速的时候呢，你只要踩下去就会有。对，而且这台车你看又大又重，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它的加速慢。我觉得这一点蛮好，完全没有觉得重拖的感觉。对，这一点蛮好。哦，这个车行路品质非常好，非常。supple 非常的，它吸震的那个力道非常好。它真的不让我感觉它是个台卡车啊，而且不会不会让你头晕的感觉。对啊，它是一台皮卡，但是开起来不像皮卡，真的不像皮卡。这个4轮转向真的太棒了。嗯，这个4轮转向改变这部车整个的 handling dynamic。And if you compare to like other EV based trucks out there, this drives bar none. Oh, yeah. Way better than all of them. Like all of them. I don't feel I'm driving a pickup truck. 对。哎，我这样试完这台车，我会等不及想要我的耶。你的什么时候啊 ？As soon as they remove the foundation series 20 grand. 对。Shake the wheel. It's like. See how fast it reacts. No, while you're driving. 你可以到前面那里。Wow. Unreal. My hand is not leaving the 3 and 9. Yeah, I drive with one hand now. Yep. It's so easy. It's so effortless. 我们刚刚开完了，这台车超乎我的想象。它完全开起来不像一台车，不像一台卡车。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你完全不知道你在开一台皮卡。就这样，我还以为你会讲更多话。你只问我这个问题而已。这部车子太多惊喜的地方了。它方向盘，举个例子，然后我可以 lock to lock 这样子，我的手完全不用离开3点跟9点的位置。然后它的转向。
虽然说没有什么回馈，但是它给你非常精准，然后它让你知道 OK 你的轮胎在试着转，然后有一些阻力，你感觉到从方向盘里面，还有它里面非常安静。它的加速还不错，因为我刚才没有踩下去，因为不是我们的车子啊，我们不太敢所以它的整但是非常的反应非常灵敏。对，它的行路品质非常好，超乎你想象，这个完全不像任何皮卡你开过的。非常非常让我惊艳的一部车子。OK， 那我们现在换成英文，因为 owner 他不太会讲中文哦，我下头会翻译。So we have the owner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etting us test the car. It's by far, it exceeded my expectation in many, many ways. And you had it for a couple of weeks now? A little over a week, yeah. Okay. And by the way, how do you feel? Our expectations were high. Yeah. And this exceed our expectations. Yeah. Okay, so before I had this, I had the Model X Plaid, which I thought was super awesome. Big car, great speed. But when I got this, I have not driven the X for days on weeks. 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that car. I think this car encompasses everything that's new and futuristic about where we're at with cars. And just the looks of it, it's killer. Like, I love waking up and seeing this every single day. It hasn't gotten old, but the Model X, it looks old already by comparison because I have it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And this just stands out so much. And it rides so well. It's more comfortable. And there's nothing I would change on this except the price. Lower the price. Come on. Yeah. I mean, the Foundation Series, of course, yes. Being first adopters, obviously have its perks. But again, you're one of the first of the few that could actually own this. I mean, I'm very fortunate. Yeah. So, what about any things that we should be cautious of? Or things that you believe that they should have made a little bit better? Again, I'm not a Tesla engineer, but I think some of these edges might be an issue if you come across it really quickly, or if it hits something, or you're backing into your house. I think those sharp edges could be a cause of concern. Like in terms of, scratching or actually... Yeah, just like penetrating a hole in your drywall because actually hitting your wall. Or chopping a finger off. I think the size is the main concern I have with it. I think it would be super popular if they came out with a smaller one.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against that. They want it to be as big as possible. But just fitting this into the garage, it's like a 2-minute affair. You're checking the cameras, you're checking the sides, you're making sure it's big. Yeah, for my garage, we have a 20-foot garage, and I only have about less than 6 inches on each side once I'm fully parked. But aside from that, I really wish they put a binnacle display, just like the Model S and X. I feel like that screen should also tilt. Like so, it's so far off to the right that the navigation information just disappears. Yeah. Right. So if it tilted more towards you, it's easier to reach because I know it's a larger screen. It's larger than the S and X. So those two would be my biggest complaints. 然后讲到尺寸，这部车是介于 Rivian R1T 跟 Ford F-150 中间，它比 Rivian 大了1号，但是比 Ford F-150 短了大概2寸。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害羞或者是内向的人，千万不要买这个车。对，真的不能买这个车。千万不能买这个车。这个车子你会有很多的 attention， 像我们刚在开的时候，人家就拿出手机在照。所以如果你是内向或害羞，千万不要买这个车。好了，今天我们就非常快速的带给大家看 Tesla 的 Cybertruck。那我们也非常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ending us this car for this video。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那个我会尽量的帮大家回答。那下次呢，再有空的话，我们再试把它借出来拍更详细影片给大家看。那今天就到这里，这是我朋友 Jack， 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